第12章未来的抉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阿浩的病情逐渐稳定，但医生告诉他，病情可能随时会复发。面对这样的未来，阿浩心中既有希望，也有恐惧。他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应该继续陪伴小晴，还是选择放手，让她拥有一个更轻松的生活。一天晚上，阿浩对小晴说，或许我该放手，让你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。小晴听后并没有生气，她微笑着看着阿浩，说，阿浩，我已经选择了和你一起走下去。对我来说，爱不是一种负担，而是一种承诺。我不需要未来的保障，只要有你就已经足够了。这句话让阿浩彻底释然，他决定不再纠结于未知的未来，而是珍惜当下，努力给小晴一个美好的每一天。第13章光芒中的爱情。阿浩和小晴的爱情就像一盏灯，尽管风雨不断，却始终坚定地燃烧。他们一起完成了学业，一起迎接生活的挑战。他们知道未来或许不会永远顺遂，但只要心中有爱，就能面对一切。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阿浩带着小晴走到他们初次相识的教室。他握着她的手，轻声说，谢谢你，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。小晴笑着回应，谢谢你，让我看见爱的真实。即使生命中仍有未知，他们的故事却充满了光与爱。他们用行动证明，爱情并不只是拥有，而是共同面对挑战，携手前行。第14章走向婚姻的承诺。阿浩和小晴的感情在一次次考验中愈加坚定。大学毕业后，两人开始携手规划未来的生活。尽管阿浩的病情时好时坏，但医生的评估表示他的治疗效果显著，未来的希望并非渺茫。某一天，阿浩鼓起勇气带着小晴来到海边，那是他们第一次看日出的地方。他准备了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是一枚简单却别致的戒指。他牵着小晴的手，语气真诚却带着些许颤抖。小晴，我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挑战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我就能坚持下去。你愿意嫁给我，成为我的伴侣，一起走过每一天吗？小晴的眼泪瞬间涌出，她点点头，笑中带泪。我愿意，无论未来如何，我都愿意陪着你。第15章筹备婚礼的喜悦。订婚后，两人开始筹备婚礼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婚礼不需要奢华，只要充满意义便足够。他们决定选择一个温馨的小教堂，邀请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共同见证。小晴特地选了一件简洁优雅的婚纱，而阿浩则挑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，象征他们的坚韧与希望。在婚礼准备的过程中，阿浩的病情偶尔带来困扰，但每当他感到沮丧时，小晴总是轻声安慰他，让他重新振作。婚礼不是我们的终点，而是我们新生活的起点。小晴笑着说，你只要保持健康，其他的都交给我。第16章一场永生难忘的婚礼。婚礼当天，阳光明媚，教堂里摆满了白色的百合花，象征纯洁和希望。阿浩站在祭坛前，望着穿着婚纱走来的小晴，眼中满是感激与爱意。当小晴走到他面前时，他忍不住低声说，你今天真美。小晴回以温暖的微笑，而你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。在牧师的引导下，他们交换了誓言和戒指。阿浩轻声说，无论健康或疾病，无论富有或贫穷，我都会爱你，珍惜你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小晴的声音微微颤抖，但依然坚定，我也会守护你，无论未来是怎样的模样。当他们深情拥吻时，教堂内响起了祝福的掌声。这一刻，他们深知
他们的爱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定义，是经过无数考验后依然熠熠生辉的永恒承诺。第17章婚后的生活。婚后的日子并非全然顺遂，但两人总是携手面对。他们住进了一间简单但温馨的小公寓，墙上挂满了两人一起完成的心愿清单照片。阿浩决定利用他的数学天赋，开始在家中教授补习班，而小晴则选择成为一名老师，用她的热情教育下一代。生活的压力虽然存在，但他们始终以爱和理解化解一切。每当阿浩因治疗感到疲惫时，小晴会为他准备热汤，轻声说：“你只要好好休息，我会处理一切。”而当小晴工作忙碌时，阿浩也会默默帮她整理教案，为她准备咖啡。他们的爱情早已不再是初恋时的青涩，而是历经风雨后沉淀出的默契与信任。第18章爱的延续。几年后，阿浩的病情奇迹般的稳定了。医生告诉他，虽然仍需要定期检查，但你已经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。这对于阿浩和小晴来说，无疑是一份巨大的礼物。在一次检查后回家的路上，小晴突然笑着对阿浩说：“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阿浩疑惑地看着他，什么好消息？小晴轻轻摸着肚子，眼中满是柔情。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生命了。阿浩一时间愣住，随即眼眶微红，紧紧抱住小晴。他低声说：“谢谢你，让我不仅有了你，还有了我们的未来尾声。”在孩子出生的那天，阿浩和小晴在医院抱着他们的宝宝，脸上写满了幸福。他们知道生命中仍然可能有挑战，但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，爱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。他们的故事从一场青涩的暗恋开始，经历了病痛与考验，最终用爱与信任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。他们的爱情不仅是一段感人的故事，更是一场生命的奇迹，让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光辉与希望。